当地时间21号，美国总统拜登在家乡特拉华州主持召开其任内最后一届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峰会结束后，美日印澳发表联合声明《威尔明顿宣言》，宣布加强所谓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尽管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宣称 QUAD 只是伙伴关系，并不针对中国。 但无论从拜登小组会议上的发言，还是会后的联合声明，都透露着浓浓的阵营对抗意味。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21号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领导人会议，开会地点是美国总统拜登的高中母校。正式会晤前，拜登在忘记关麦的情况下讲了一段心里话，无端指责中国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China continues to behave aggressively, testing us all across the region. It's true across the scope of our relationship, including on economic and technology issues. We believe intense competition requires intense diplomacy. 当天稍早时候，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还信誓旦旦地宣称，快特峰会与任何其他国家无关，不是针对某个国家。 但是拜登的相关言论被曝光后，美国舆论毫不留情地批评拜登的话削弱了沙利文上述言论的可信度。法国舆论也认为，这次麦克风的意外失误有可能破坏四国在峰会期间谨慎的外交努力，因为他们始终强调，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合作不仅仅是为了制衡中国。 这四国的峰会或者是这个机制啊，实际上是美国拉起来的，因为美国呢要推行它的印太战略，实际就是要为美国的这种利益来搞大国对抗啊，来服务。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冷战的思维，因为你大国对抗现在。 对这个世界的局势、对地区的局势稳定，并没有任何的帮助啊！峰会结束后，美日印澳四国发表联合声明《威尔明顿宣言》，宣布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提出一项新的印太海事培训倡议，并将于明年在印度举办首届研讨会。此外，如外界之前预期的那样，四国宣布于明年开展海岸警卫队联合行动计划，包括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在美国海岸警卫队船上驻扎，但没有就联合行动的地点发表评论。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称，海岸警卫队计划非常重要，因为四个国家可能会在一艘船上部署人员，从而改善互操作能力和合作。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联合声明中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又翻炒所谓南海仲裁案，并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严重关切。观察指，Quad 最初是为应对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而建立的，后在2017年由特朗普政府恢复。拜登上任后又将其升级为定期会面的领导人峰会，成为美国政府所谓印太战略的主要抓手。 这几年，这一机制在军事等实质性领域也动作频频。针对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这一机制，中国外交部已多次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都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他的是要结成一个小帮派。 是为就是美国的亚太战略服务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区域里边呢，就是他们活动的呢都是在中国的周边，它实际上是一种侦察监视的行为。所以我们看呢，他们搞的这个活动或者签署这个协议，表面上看呢是为了好像是公共的海上的利益啊，为了各自的安全，其实呢。 除了日本是在他的家门口以外，其他的都是在别人的这个近海或者是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海域来进行所谓的维护航道。所以我们看呢，就是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拜登任内的最后一场四方安全对话峰会。拜登特意将举办地选在了自己的老家，旨在营造轻松的氛围。美国舆论认为，拜登和岸田即将相继卸任。日本自民党下周就将举行总裁选举，新首相届时也将出炉。这也意味着岸田这趟美国行很可能是其首相任内的最后一次外访。 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未来也将面临竞选连任的压力，为本次峰会的进程带来了不确定的气氛。 特别是特朗普未来可能重返白宫的预期，都加大了这四国的担忧。因此，拜登的主要目标是要表明，四方安全对话四国的纽带可以维系得更为持久。 在峰会举办的同期，拜登还分别与其他三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是最早抵美的与会国家领导人，其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两位领导人重申了对奥库斯伙伴关系的承诺，并指出该联盟对奥库斯支持的持续以及来自两党的支持。而根据白宫的声明，拜登同岸田文雄主要讨论对华外交关系、南海局势及台湾问题等。
在21号的峰会前，拜登与莫迪讨论了有关中国与乌克兰的议题。不过，在专家看来，印度是这一联盟中最不可预测的成员。观察指，尽管华盛顿总是试图让新德里在全球问题上站在自己一边，但后者坚持独立的行动路线，甚至在俄乌冲突等关键问题的政策上与之发生冲突。印度的战略愿望很可能是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澳大利亚智库的分析也指出，这些分歧破坏了所谓战略联盟的概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开始访美，当地时间22号，泽连斯基参观一家兵工厂。该厂是美国少数几个生产155毫米口径炮弹的工厂，该型炮弹为乌克兰急需。泽连斯基此行计划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及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同时也有可能与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安排会见。泽连斯基此行重点则是推销其解决俄乌冲突的所谓胜利计划。美国白宫表示，泽连斯基将于9月26号与拜登和哈里斯分别举行会谈，主要诉求是向美国政府提出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欧盟的请求。访美期间，他还将在联合国发表演讲。泽连斯基早前透露，他将在访美期间向西方盟友提出一份结束战争的所谓胜利计划。据悉，泽连斯基每天都会更新胜利计划的准备情况，但他一直并未透露计划的具体内容，这表示该计划旨在为乌克兰提出可接受的条款。外界分析，胜利计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将是要求西方放开远程武器使用条件。泽连斯基强调，使用美西方提供的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打击是这一计划的关键。Переконуємо партнерів і продовжимо говорити про це наступного тижня, що Україні потрібна повноцінна далекобійність. І не лише наші власні дрони, не лише наші власні ракети, які поки не мають достатньої дальності, але й усе те, чим світ може бути убезпечений від терору від Росії. 目前，英国已表示愿意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但白宫依旧态度谨慎。风暴阴影导弹由英国与法国共同研发，射程约为250公里，依赖于美国的制导系统，并且包含意大利制造的部件。即便这些国家不是直接供应方，但这4国都需共同批准任何使用条件的更改。英国首相斯塔默上周在华盛顿与拜登会面时，双方并未就开放乌克兰使用该导弹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达成一致。西方一直担心给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开绿灯后将引发俄罗斯的强烈报复。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出了最强警告。Речь идет о том, чтобы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страны НАТО напрямую участвуют в военн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или нет. Если это решение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эт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рямое участие стран НА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е на Украине. 值得一提的是，泽连斯基访美之行除了会见拜登、哈里斯外，很有可能还与特朗普会面。不过，特朗普一直反对美国持续大规模援助乌克兰，他认为这是浪费金钱。特朗普还多次吹嘘自己能在24小时内解决俄乌冲突，这句话被乌克兰解读为特朗普会施压乌克兰对俄妥协。特朗普在本月10号晚与哈里斯的首场电视辩论中就称，若他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将在就任前结束乌克兰冲突。You have said you would solve this war in 24 hours. You said so just before the break tonight. How exactly would you do that? And I want to ask you a very simple question tonight. Do you want Ukraine to win this war? I want the war to stop. I want to save lives that are being uselessly, people being killed by the millions. It's the millions. It's so much worse. I want to get the war settled. I know Zelensky very well, and I know Putin very well.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and they respect your president, okay? They respect me. I will get it settled before I even become president. If I win, when I'm president-elect. 特朗普还抱怨美国对乌军援数量太多，他认为停战最符合美国的利益。They don't respect Biden. How would you respect him? Why? For what reason? He hasn't even made a phone call in 2 years to Putin. Hasn't spoken to anybody. They don't even try and get it because Biden had no idea how to talk to him. He had no idea how to stop it. And now you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dead, and it's only getting worse, and it could lead to World War III. 这个特朗普见泽连斯基，更多的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政治资本啊，尤其是目前他在这个大选之中仍然是非常就是还是有很大的胜率的，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可能也为自己将来的这个执政啊打下一定的基础。
当地时间21号，美国副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社交媒体上喊话，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再次与他进行电视辩论，遭特朗普一口回绝，称这场辩论太晚了。当地时间21号，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的竞选团队表示，哈里斯已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邀请，参加将于10月23号举行的第2场电视辩论。哈里斯还在社交媒体上向特朗普下战书，喊话特朗普面对面再战一次。哈里斯的竞选经理迪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应该没有任何理由不参加这场辩论。这次辩论的形式和设置与他6月份参加并表示获胜的 CNN 辩论相同。当时他称赞了 CNN 的主持人、规则和收视率。然而，就在哈里斯发起邀请几个小时之后，特朗普直接回绝了2辩邀请，称这场辩论举行时间太晚了。The problem with another debate is that it's just too late. Voting has already started. 10月23号，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11月5号不足2周。本月20号起，美国明尼苏达州、南达科他州和弗吉尼亚州已率先开启提前现场投票。到10月中旬，还将有10多个州开启现场投票。特朗普还表示，哈里斯本有机会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辩论邀请，但哈里斯没有接受。She's had her chance to do it with Fox. You know, Fox invited us on, and I waited and waited, and they turned it down. They turned it down. But now she wants to do a debate right before the election with CNN because she's losing badly. 哈里斯和特朗普9月10号进行了第1场辩论，之后有民调显示哈里斯是辩论的赢家。但特朗普拒绝接受这种观点，认为自己赢了，不会与失败的哈里斯再战一场。他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写道：“当一个职业拳击手输了比赛时，他说的第1句话通常是‘我要求重赛’。民调清楚地表明，我在与哈里斯的辩论中获胜，而他立即要求进行第2场辩论。”日前，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如果输掉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他今后将不会再次参选。If you're not successful this time, do you see yourself running again in 4 years? No, I don't. No, I don't. I think that will be it. I don't see that at all. I think that hopefully we're going to be successful. 事实上，美国选举活动本身和辩论一样充满争议，尤其是传统的邮寄投票形式，曾在上一届选举中被特朗普多加诟病。特朗普认为，邮寄选票有被操控的风险，民众将不会在今年11月3号得知选举的真相。就在日前，马里兰州发生选票样本错误事件，引发混乱，大量选民纷纷致电选举官员，称寄来的选票样本地址正确，但姓名错误。据了解，这一问题影响到美国国会第8选区的选民中，姓氏以 A 开头及一些姓氏以 B 开头的选民。此外，西班牙文版本的提前投票日期也不正确。有消息人士称，当地选举委员会正在重印所有68.7万份小册子，以确保准确性。新版本预计将于10月初到货。此外，忙着竞选造势的特朗普，当地时间21号宣布，将开始出售印有自己头像的特朗普纪念币，售价$100一枚。Hello, everyone. I have something incredible to share today. We are announcing the launch of Trump coins, a true symbol of American greatness. This beautiful limited edition coin commemorates our movement, our fight for freedom, prosperity, and putting America first. We always put America first. 据称，这枚纪念币为1盎司的99.9%的纯银奖章，正面印有特朗普的头像，背面印有白宫图案。纪念币将于当地时间25号通过专门网站发售。继美国本月中宣布一项总价值达到$2.28亿的对台军售案之后，美国又计划动用总统提用权，再向台湾提供一笔总额近$5.7亿的军事援助，金额是历来最高。中国多次批评美国以武助独行径，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几天前，中方还出手制裁了9家美企作为反制。美方多名官员称，美国政府正计划向台湾提供新一笔军事援助，总额达到$5.67亿，约合40亿元人民币，是历年最大金额，用作包括提供训练、库存、反装甲武器、防空及无人机等。而且这批军援采取动用总统提用权，直接从美国库存运送的方式，以加快武器到位的速度。目前，美国防部已通过方案，等待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批准。有官员透露，拜登可能会在本月底及本财政年度到期前批准这笔
笔资金。据悉，美国国防部原定的军事援助金额较低，在跨部门会议上遭到多名官员反对，认为有必要增加对台的军事援助规模，最终决定增加拨款。事实上，美国国会授权政府每年向台湾提供价值最高达10亿美元的自有武器储备，这种方式比之前通过武器销售向台湾提供援助更为直接。但由于美国会并未向国防部提供实际的预算，五角大楼一直不愿意向台湾提供无法替代的装备。今年4月，美国国会拨款19亿美元的经费用于补充美国向印太地区提供的库存。此后，美国国防部一直在规划如何使用这笔资金，其中大部分将用于台湾。它的目标是不对称作战、无人机譬如说用那个个人单兵控制的那个标枪飞弹去打坦克反装甲，所以它这次的重点其中也是反装甲。第二个这批武器它是跟去年年底给我们的东西是一样就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所以这个东西当然就是年代有的很久远，就一定品质不会这么好的了。所以这个特点就是这个都是旧品。台湾中时新闻网称，这是美国政府第2次动用总统提用权向台湾提供军援，但金额翻了一番。总统提用权允许美国政府快速运送国防部库存的防务物品及服务，以应对难以预见的紧急情况，是美国在所谓危机局势中使用的特殊外交政策工具之一。此类援助可在获批后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开始启动。去年7月，美方首次宣布依总统提用权军援台湾3.45亿美元库存品项。当时从民进党当局到台防务部门再到绿营媒体，纷纷激动地对美方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台湾老百姓如果把美国的军售当为我们的救命的稻草，那真是死无葬身了。但由于动用总统提用权只能从库存中取货，具体运送哪些武器都由美方决定，因此里面经常夹杂既贵又烂、台湾还不需要的处理货。美国国防部督察长本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台湾地区去年12月收到的美国依总统提用权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存在弹药过期、包装混乱、防弹背心潮湿发霉等诸多问题。报告揭露，这批军援物资中有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生产，早已经过期，且有不少生满铜锈，超过3500组防弹板和防弹背心受潮发霉，不建议使用。美国在台机构人员称，这确实让台湾高层官员感到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台湾专家就怒轰，台湾还得花大钱帮忙销毁这些过期破烂。有台媒就透露，这些物品导致当局需得再花73万美元处理。事实上，在行就要我们替他做销毁武器之时，销毁的费用都要我们台湾来负担。捡的破烂你还可以去卖钱，我觉得台湾连捡破烂都称不上。据悉，拜登正抓紧任内的最后几个月时间，酝酿第3次动用总统提用权清理武器库存。